用心感受，传递体贴之美。在生活的绚丽舞台上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恰似一场细腻且复杂的曼妙舞蹈。我们时常渴望与他人畅所欲言，心灵契合，故而常用气味相投来形容朋友间的那份特殊默契。而在男女之间，相识、相知、相爱的至高境界无疑是心心相印，心有灵犀。人与人相处的最完美状态，无疑是思想的相通与心灵的共鸣。要实现这一切，关键在于双方之间存有一座能够互通的桥梁，而搭起这座桥梁的首要原则，便是了解对方的感受，用心去体悟对方的心境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感觉往往比道理和社会规范更为重要。对于那些感情细腻、思维敏锐的人而言，感觉是一种极为主观的情绪反应，它无关对错，无法用理性的逻辑去剖析，也不是于硬性的规范约束，它纯粹是一种直接的情绪映照，是一个人的言语、动作给予另一个人的心灵感应。让我们从一位平凡小职员的故事开启这段感悟之旅。有这么一位收入微薄的小职员，每日在忙碌的工作中不辞辛劳的付出，为了补贴家用，他努力的兼职工作。尽管日子过得有些紧巴巴，但他的心中却满溢着对家庭的责任与深沉的爱。终于，在某一天，他发薪水时领到了1000多元的加班费。那一刻，喜悦与成就感如同一道璀璨的曙光，瞬间照亮了他的世界。他满心欢喜地走进花店，精心挑选了一束美丽的鲜花，手捧着鲜花，他的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妻子看到花时那惊喜的表情，心中满是甜蜜与期待。他迫不及待地回到家，一推开门，便满脸笑容地对太太说：好棒哦，今天我领到加班费了，特别买了花送你，晚上我们出去吃小馆，再看场电影庆祝一下，好不好？他的眼神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，渴望能与妻子一同分享这份喜悦。然而，这位贤惠的太太却只是很勉强地笑了笑，说道：干嘛买花？多浪费！你赚的钱不多，还是不要乱花了，在家随便吃吃算了。太太的这番话，犹如一盆冰冷的水，瞬间浇灭了小职员心中的热情。从道理上讲，太太并无过错，她说的也是实话。一直以来，她都是个好太太，省吃俭用，持家有道。她只是希望能为家庭多积攒一些钱财，为未来的生活做好充分的打算。但她却在不经意间忽略了丈夫的一番深情厚谊，没有用心去感受丈夫那一刻的喜悦以及对她的浓浓爱意。小职员的脸上露出了失望的神情，她默默地放下花，心中的喜悦如同烟雾般消散得无影无踪。她并非不懂事之人，也深知家庭的经济状况并不宽裕，但在那个特殊的时刻，他仅仅是想和妻子一起分享自己的努力成果，享受那难得的温馨时光。这个场景不禁让人陷入深深的思索。在生活中，我们是否也常常如同这位太太一样，忽略了他人的感受呢？我们往往习惯于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考虑问题，却忘却了去感受他人的情绪和需求。或许我们自认为是在为对方着想，但实际上却在不经意间伤害了对方的心。再来看另一个例子，有一位太太，她从银行取了2万多块钱，准备用于家庭的一些重要开支。然而，在回家的途中，她却不幸被扒手偷走了这笔钱。她
她的心中充满了气愤与懊悔，沮丧之情难以言表。她觉得自己异常倒霉，同时也对自己的粗心大意深感懊恼。当她心情沉重地回到家，将这件事情告诉丈夫，倘若此时丈夫一味的指责和抱怨，说你怎么这样不小心，你这个人就是这样粗心大意，甚至还把陈年老账都翻出来念叨，那么这位太太的心情将会如何呢？她必然会感到雪上加霜，气上加气。她已经因为丢了钱而陷入自责和难过之中，丈夫的指责只会让她更加痛苦不堪。但是如果丈夫换一种温柔的口吻说，这些扒手真的实在太可恶了，好在你人平安，这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，钱丢了可以再赚，要是人被吓到了那才严重呢。好啦，别再想了，我们去吃饭吧。这样的话语将会给太太带来截然不同的感受，她会感受到温暖与安慰，明白自己在丈夫心中的价值远远超过了那笔丢失的钱财。丈夫的体贴与理解会如同温暖的阳光，驱散他心中的沮丧，让他重新勇敢地面对生活。这两个生动的例子深刻地告诉我们，用心去感受他人的感觉是多么的重要。当我们能够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的角度，去体会他们的喜怒哀乐，我们才能给予他们真正的关心和有力的支持。体贴并不仅仅是言语上的表达，更是行动上的切实体现。一个懂得体贴别人的人，必定怀抱着温柔，他们会在他人需要的时刻，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，给予帮助。他们会在他人难过的时候，给予温暖的安慰，陪伴在其左右。他们会在他人取得成功的时候，给予真诚的祝贺，分享他们的喜悦。这样的人是性情中人，也必定是一个值得交往、值得信赖的朋友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有许多这样体贴的人，比如在公交车上，那些主动给老人、孕妇让座的人；在路上，热心帮助盲人过马路的人；在工作中，积极主动帮助同事解决问题的人。他们的一个小小的举动，却能给他人带来巨大的温暖。体贴亦是一种高贵的品质，它无需华丽的言语和昂贵的礼物，仅仅需要一颗真诚的心。当我们用心去感受他人的感觉，用行动去表达我们的关心，我们就能传递出这份高贵的品质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了体贴，那将会是一幅怎样美好的画面呢？人们会更加相互理解，相互关爱，社会也会变得更加和谐美好。在这个充满爱的世界里，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温暖与幸福的包围。那么，我们究竟如何才能做到体贴呢？首先，我们要学会倾听。当他人与我们交流时，我们应当认真倾听他们的话语，理解他们的意思，用心去感受他们的情绪，不要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，而是先让对方充分地把话说完。其次，我们要学会观察，仔细观察他人的表情、动作和语气，从中了解他们的心情和需求。有时候，一个微笑，一个眼神，都能传达出丰富的信息。最后，我们要学会表达。当我们感受到他人的需要时，要及时地表达我们的关心和支持。可以是一句温暖的话语，可以是一个小小的举动，也可以是一份贴心的礼物。用心去感受世间万物，去体悟人间小事，我们会惊喜地发现，生活中处处充满了爱。那些细微的体贴之举，
就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星星，照亮了我们的生活。让我们都努力成为一个体贴的人，用我们的温柔和关爱，为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温暖和幸福。在家庭中，体贴更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夫妻之间的相互体贴，能够让婚姻更加美满幸福。当一方工作疲惫时，另一方可以为他端上一杯热茶，轻轻为他按摩一下肩膀。当一方遇到困难时，另一方可以给予鼓励和支持，共同勇敢地面对挑战。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体贴，可以让家庭更加和睦温馨。子女可以关心父母的身体健康，为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父母可以理解子女的压力和困惑，给予他们正确的引导和贴心的建议。在朋友之间，体贴同样能让友谊更加深厚牢固。当朋友遭遇挫折时，我们可以陪伴在他身边，给予他安慰和鼓励。当朋友取得成功时，我们可以为他祝贺，分享他的喜悦。真正的朋友会在对方需要的时刻，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，给予无私的帮助。体贴不仅能让他人感到快乐，也能让自己收获满满的幸福。当我们用心去关心他人，帮助他人时，我们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满足感和成就感。我们会发现自己的存在是有价值的，我们可以为这个世界带来一些美好的改变。让我们从现在开始，多用一点心，增添一份慧心，多留意一下别人的感觉，多观察周遭人们的一切，在适当的时候表达自己的关心、同情和体贴。让我们用这份高贵的品质传递爱与温暖，让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处处充满爱。今天的分享到这里，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，并且让你深有感触，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，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。瑞一感谢你的陪伴，我们下期再见。